你敢相信吗？全世界还在为了要不要让学生用 ChatGPT 争论不休，而新加坡却已经把 AI 直接带进了课堂。如果 AI 只要几秒钟就能写出一篇高分作文，做完一份精美的报告，解开复杂的数学题，甚至写出一套完美的代码，那么今天我们的孩子每天苦熬十几个小时学习的东西10年后还有意义吗？更值得我们作为家长深思的是，如果未来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比老师懂得多、比百科全书更全面，而且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，学校到底还要教什么？高分还有意义吗？这不仅是全球教育界最焦虑的问题，也是每一个为孩子规划未来的家长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就在许多国家还在纠结禁止还是拥抱的时候，新加坡已经悄悄开启了一场可能影响未来20年的教育实验。过去，全世界研究新加坡，是因为这里盛产全球顶尖的数学和科学学霸。但今天，大家紧盯新加坡，是因为它极有可能再次走在前面，率先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规则。这场实验改变的不只是新加坡的学生，更是未来全球数亿孩子的学习方式。因为 AI 进入课堂，从来都不是什么技术新闻，它是一场关于未来人才、未来竞争力，甚至国家命运的重新洗牌。过去几百年，学校的核心功能本质上就是知识传递，老师讲，学生听，然后通过考试来验证，最后用成绩进行分层筛选。这套精密运转了数百年的机器，在 AI 面前突然卡壳了。学生要写作文，AI 能瞬间生成；要做研究报告，AI 的逻辑清晰度甚至超过普通本科生；要写程序代码，AI 不仅能写，还能自行纠错。很多顶尖大学的教授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准确判断，眼前这份优秀的作业究竟是出自学生的大脑，还是 AI 的算法。于是我们看到，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紧急修改课程设计，英国的学校在激烈辩论 AI 政策，多个国家的教育系统甚至直接出台了封杀令。大家终于意识到，真正被颠覆的不是某一门具体的课，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底层逻辑。新加坡同样直面了这场冲击，但与很多急于封锁 AI 的国家不同，它的决策层没有把精力耗费在如何堵住漏洞上。他们看得很透彻，既然 AI 的普及已经无法阻挡，那么教育唯一该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快速进化。从建国第一天起，新加坡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资源就只有人，国家竞争力等同于人才竞争力。过去是这样，AI 时代更是如此。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已经明确指出，未来会有大量传统职业被 AI 重构甚至取代，同时也会诞生全新的岗位。这就逼着我们必须回答一个极其冷酷的问题：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？如果今天的学校依然按照20年前的流水线模式去培养学生，那么这些孩子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失去了竞争力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推进 AI 教育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而是一道生存题。教育转型只要慢半拍，未来一代的人才红利就会被彻底清零。对于一个完全依赖人力资本立国的经济体而言，这是绝对承受不起的代价。所以，与其被动等待冲击，不如主动把 AI 变成新一代人才的杠杆。很多人对 AI 教育有误解，以为就是让孩子多上几节编程课，或者学着怎么给 AI 写提示词。但实际上，这场变革最核心的深水区在于考试。AI 的出现彻底扒开了传统教育的一个痛点。我们的考试到底是在测试孩子的思维，还是仅仅在测试他们的记忆力？过去的优等生往往是那些擅长记忆知识、熟练掌握标准答案，能在标准化测试中做到滴水不漏的孩子。但现在，论记忆力和信息检索，没有任何人类能赢过机器。如果 AI 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标准答案，学生最核心的竞争力究竟该是什么？新加坡的教育界正在重新梳理这个坐标系。未来真正稀缺的是提出绝佳问题的能力，在海量信息中辨别真伪的敏锐度、跨学科的资源整合能力，以及机器无法替代的同理心和决策力。即使 AI 能帮你写出完美的文案，最终拍板、承担责任、与人沟通协作的依然是人。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评价体系会发生质的改变，考的不再是背诵，而是分析过程；
不再是重复，而是创新。新加坡现在把 AI 引入课堂，本质上就是为了提前摸索这套全新的评价标准。表面上看，各国在 AI 领域的角逐是科技实力的比拼，但在教育这个垂直切面，更深层的博弈其实是规则制定权。因为接下来，全世界所有的教育部门都会面临同一批棘手的问题：AI 生成的作业到底算不算抄袭？考试中能不能接入 AI 辅助？学校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学生脱离 AI 后的真实能力？最关键的是，如何防止底层家庭的孩子因为用不起高级 AI 而加剧教育不平等？这些问题，目前全球都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。谁能率先跑通一套成熟、公平且高效的管理框架，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全球教育的发展方向。回顾过去几十年，你会发现新加坡在金融监管、国际仲裁、数字贸易等多个领域走的都是同样的路径。它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体量最大的 AI 技术输出国，但它极度渴望成为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者。因为在国际舞台上，一套被广泛认可的规则，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往往比单纯的市场规模更加持久。既然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，为什么全世界偏偏盯紧了新加坡？原因很简单，新加坡拥有全球极其罕见的社会实验条件。它的国家规模适中，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学校的穿透力极强，执行效率极高，加上完备的教师培训体系和高度普及的数字化基础设施，使得任何一项前沿的教育改革都能在这里以最短的时间落地、测试并获得反馈。过去，全球教育界把新加坡当成标杆，看重的是它常年霸榜的 PISA 测试成绩，是它独步全球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法。但未来10年，大家关注的焦点变了，世界迫切想从新加坡这里看到一个答案。当 AI 真正成为每个孩子的第二大脑时，传统的学校系统该如何自处？老师的角色该如何重塑？教育的终极价值究竟还剩多少？新加坡正在用举国之力去解答这些问题，而他得出的每一个结论，踩过的每一个坑，都将成为其他国家制定下一代教育政策时最宝贵的参考样本。真正值得我们焦虑和关注的，从来都不是 ChatGPT 能不能进课堂，而是它极其冷酷地揭开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。过去几百年，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让孩子获取知识，但在可见的未来，知识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廉价、最容易获取的东西。当每个孩子都拥有顶配的 AI 助手，当所有答案都触手可及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壁垒将不再是知识储备的厚度，而是谁更会独立思考，谁更会精准提问，谁更懂得驾驭 AI 去创造价值。这或许就是新加坡敢于全盘拥抱 AI 的底层逻辑。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今天的课堂，而是直接锁定了2035年甚至2040年的全球洗牌。所以，世界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新加坡如何培养出下一个应试学霸，而是当 AI 重塑一切之后，它将如何重新定义学习本身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着我们下一代的生存方向。那么，屏幕前的家长们，你们是怎么看的？如果未来的中考或高考允许使用 AI，你认为学校现在最应该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？是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，还是与 AI 协作的能力？我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深度思考。如果你也关注新加坡教育、AI 变革以及全球趋势解析，记得点赞、转发并订阅我的频道。下一期，我们继续从精英视角看懂正在改变世界的大趋势。